跑高速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那么今天暴弟啊，就实际的跑一趟高速，给大家新手朋友们讲一讲我们跑高速需要注意的几个点，以及跑高速的经验分享给大家。现在暴弟呢就在我们安阳南汤阴站准备上高速。好，现在暴弟啊就反过来镜头给大家说一说，新手朋友一定要看到最后，视频可能说会有点长但是学会以后对咱跑高速绝对有帮助。好，我们上车以后，首先第一个事儿就是说打开我们的手机导航。那么关于这两个导航软件呢，暴弟我平时这两个我哪个都用，但是呢，其实我更喜欢用这个百度。其实它俩都一样咱们就以这个百度为例。打开地图以后，首先我们需要进行两个设置，很多新手朋友不知道咱看一下，点击我的，然后点击右上角设置，然后呢找到这个导航设置，往下滑，找到这个导航中显示内容，打开这个全屏车道及导航，这样我们跑高速的时候，它就会提醒咱们该走哪根车道这个功能我觉得非常好用。然后呢，咱们再返回去，点击上面的设置，点击语音设置，点击语音助手，打开这个语音唤醒功能以后，我们就可以实时的跟导航对话了。我们来实验一下比如说我们设置好目的地以后，好，到这儿去，开始导航。导航设置好以后，对不对？那如果说我们在高速上需要临时更换目的地，就像现在这种情况小德在哪？去最近的加油站。为你推荐中国石化非马路加油站，距你 1.0千米，是第一个。你想去第几个呢？第一个。去中国石化非马路加油站的路线已经帮你选好了。小德在哪？更改目的地，去高庄乡洋河固村。找到洋河固村，去这里可以吗？可以。去洋河固村的路线已经帮你选好了，大约17分钟到达。大家看一下，这样我们跑高速的时候就不用再去用手边开车边用手机去设置导航，我们直接语音给它通话就可以了，对不对？这样非常的方便。好，现在我们准备上高速前面是 ETC 车道，我们选择车道的时候一定要看我们车上有没有 ETC， 有 ETC 的时候我们再选择性进入。大家看一下，杆抬起来以后就可以进入高速了，对不对？杆抬起来以后进入高速以后，前面是两个不同路况的分岔口，一个是郑州方向，一个是北京方向。我们看一下导航，它提示我们走左侧，对不对？那么这里就是说提前打开导航的一个原因，我们面临这种分岔口的时候不至于说走错路。大家看一下，一个是北京，一个是郑州，一个是北，一个是南。如果说我们是要往北走，而你走了南边的方向，那你是不是就会越走越远，越走越远了呢？对不对？所以说我们开车跑高速一定要提前打开导航，这样我们跑高速才会更加的安全，更加的放心。好，经过弯道一定要提前降低车速，通过导航我们也可以提前得知，对不对？这里是弯道，如果说就像现在冬天哪里下点雨下点雪，路面一旦结冰，你速度太快去转弯，那么很容易车辆失控打滑，撞上旁边的护栏，对不对？好，经过匝道以后，前方是高速的主路，混入主路之前，我们先打左转向灯，观察左侧的后视镜，确认后方有变道的条件以后，我们在前方这根加速车道上将车速提升至80以上，再混入主路。好，变道过来。那么这里呢，我们发现是4车道的高速，对不对？左侧右侧两个都是大货车走的车道，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大货车距离我们很近。我们记住大家看一下，4车道高速，右侧两个大货车走，左侧两个是小轿车走。但是你遇到这种情况，你记住千万不能一打灯你就连续变道过去，变道至最左侧，这样最危险。为啥呢？因为高速上后视镜是存在盲区的，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只能打一次灯变一次道。好，超越大货车时，我们注意观察大货车的左前轮，看它的左前轮有没有压线。如果说发现左前轮压线了，那么我们就不要超车了，因为大货车刚才大家看到了，车身比较长。我们再看一下这个绿色的，车身比较长，它如果说想要变道，都是车头压线以后，车后斗才会变道过来，对不对？所以变道的时候一定要观察它的车头有没有压线，没有压线以后，我们就快速的超越过去，不要想超又不敢超，犹犹豫豫，这样最危险。
好，马上再来变道，打左转向灯，观察后视镜，确定安全以后再动方向盘。这就是宝迪经常说的一灯二镜三方向。好，此时宝迪走的是第3根车道，也就是说宝迪经常推荐大家走的车道。为啥是这个车道呢？第一个，这个车道是我们小轿车走的车道，对不对？我们不用担心会有大货车，也不用担心会跟大货车，更不用担心会被大货车跟。第二个就是说这个车道属于一个比较慢的车道。如果说你走在最左侧，最左侧曾经是超车道，现在是快车道。你在最左侧，我们新手不敢开快车，慢慢的行驶，你很可能会被后边的车辆一直按喇叭滴你，或者说会被后边的车辆不断的超越你，对不对？那不断的超越你会出现啥情况呢？你就是一个移动的障碍物。那么出现这种情况，你就会相当于将自己置身在危险的境地中。而现在宝迪推荐的走的这个中间车道呢，第一个速度不是太快，第二个没有大货车，第三个万一前方车辆发生交通事故也就是说它停下来了，它走不了了，那么我们向左或者说向右都有机会去变道。而你走在最左侧关键时刻就少一条逃生通道，因为左侧是护栏，对不对？所以说宝迪建议大家我们更建议大家走这个中间车道。好，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是车道高速，由于右侧2个是大货车，左侧是快车道，那么我们不能说长时间在这根车道龟速行驶，对不对？那么我们应该保持多少距离呢？多少的速度？大家记住速度一定不能低于110码每小时。那如果说前方车辆你发现它速度慢了，我们也可以打转向灯，一灯二镜三方向的变道过去，对不对？记住一定要在高速上灵活一些，不能说我看到前车它慢了，我也就跟着慢。万一后方车辆跟着我们特别近，他没有注意突然急刹下来，是不是就殃及到我们了，会追尾到我们？我们要知道，在高速上被追尾的死亡率要远远大于追尾那一方的。所以说，如果说你发现前方车辆速度比较慢，那么我们就要换一根车道去超越它，对不对？好，根据右侧的路标牌，我们可以看到右侧2公里有这个服务区。有服务区要注意什么呢？注意走在最左侧。好，前方我们看到路面颜色突然变了，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就要提前点刹减速。为啥呢？因为高速路面颜色不一样的时候，很有可能是高速有新路面有老路面，像这个颜色比较黑的是新铺的路面。但是为啥要减速？因为刚才黑色和灰色接触的地方，它很可能会有错台，万一那个错台它没有抹平，我们速度很快的开过去。我们要知道，轮胎行驶的时候速度特别是快了以后压力很大，那万一有一个错台，你嘎嘣一下过去，车辆很容易爆胎，对不对？所以遇到路面颜色不一样的时候，我们记得一定要提前把速度降下来，能避开就避开。就像刚才这种情况，避开不了，那么我们就提前将车速降低，对不对？还有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经过服务区，为啥说要走在最左侧？如果说你走在最右侧，前方有车辆想进服务区，他发现他快要错过了，连续变道过来，我们在右侧他是不是会殃及到我们呢？而我们在左侧他根本殃及不到我们。大家看一下，像这种错台，对不对？像这种错台一定要提前减速。我们看一下高速上很多这种颜色不一样的补丁，遇到这种情况你就要提前将车速降低下来，能避开咱就避开。避开的前提也是观察左右后视镜，不要被其他的给影响到。万一后方有车辆你没有看，你直接变道过去，就像这种情况，大家看一下，黑一块青一块灰一块的，对不对？这都是补丁。遇到这种情况一定要将车速提前降低放慢下来。如果说速度太快，高速上一个特别小的坎都可能导致我们的车辆爆胎。好，前方又是一个高速的出口，对不对？那么高速出口的情况下，我们还是走在最左侧，不管是服务区的进出口也好，高速的出入口也好，我们只要你是不下高速，我们就提前走在最左侧车道，这样就可以避免其他车辆万一错过高速出口它紧急变道过去殃及到咱们。大家看一下，高速出口一般都是实线，对不对？这就说明高速出口不能变道。很多事故都是发生在高速出口或者说入口，都是因为没有观察到位，没有观察清晰。好，我们现在赶快超越这辆车，因为它速度比较慢。
长时间跟在他的屁股后边也是非常危险的。好，超越过去以后，当我们在后视镜中能够完全看到这辆车的车头以后，变小以后，我们再变道过来。好，变道，前方我们根据导航可以得知还有 1.6 公里就要下高速了，对不对？那我们就在提前1公里的地方将车辆变道至最右侧。为啥呢？如果说你到跟前以后你再去变道，就像刚才就恢复了刚才暴弟说的那样你在出口连续变道停车甚至急刹车，那是不是很有可能被其他车辆追尾撞到你呢？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提前1公里将车辆变道至最右侧。好，再变道过来，1灯2镜3方向，这里有个高速的汇入口，这里我们一定要注意，不要和其他车辆发生碰撞。虽然说它辅路应该让我们走路，但是呢我们还是那句话一定要注意，一定要注意和其他车辆避免不必要的事故。你不要去和他争抢说谁对谁错，对不对？高速上一旦发生事故谁对谁错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如何能够安全的下高速。好，前方就是我们要下的高速出口了，提前打右转向灯，观察右侧后镜，然后呢慢慢变道过来。宝弟这里提醒大家，如果说你真的不小心错过了高速出口，记住千万不能停车，不能倒车，不能连续变道，扣分罚款都是小事儿，我们的生命安全才是头等大事儿。进入这个匝道以后，和我们上高速的匝道一样，比较弯比较急。进入匝道将车速保持在40左右最好，因为如果说这种弯太急，你到了跟前以后你速度太快，你再去急刹车，你想想那是不是漂移？再下点雨下点雪有点冰，对不对？车辆很容易失控侧滑侧翻，撞上旁边的护栏，非常的危险。所以说下高速以后很有可能有些老铁在高速上开的时间长了，觉得下高速特别慢，特别是到城市道路还是开的特别快。你注意你最好下了高速以后上个厕所，在下边停一会儿，缓一缓，将这个开快车的这个毛病给别一别，对不对？好，前方就是咱们高速的收费站了，来时走的是 ETC， 出高速一样是走 ETC， 但是呢我们看一下上方右侧很多车道关闭，红色的是我们不能进的，一定要选择绿色的车道，并且和前方车辆保持一个足够安全的距离。最后呢，宝弟建议大家，如果说咱节假日有时间，可以来安阳玩一玩。安阳是中华文字的发源地，非常好，下次再见。